四锦这部剧以独特的视角讲述了东平伯府四小姐姜四的重生故事，其中姜四与南巫圣女的身份关联成为一大看点，引发了观众的热烈讨论。关于剧情来说，女主姜四重生复仇，上一世的她在姜府内宅过得谨小慎微，备受欺负，最终亲人皆亡，甚是可怜。这一世的她带着上一世的记忆据理力争，独立而活，以穿插上一世情节的手法延续这一世的故事。姜四希望改变自己的处境，也改变家人的悲惨结局。他与男主于妻从重生之处就有了交集，而于妻就是要查明圣女乃是何人。因为在南巫有句暗藏玄机之语，圣女出，南巫兴，大周改姓。这话不禁让人觉得圣女此人可以改变朝堂局势，让本就弱小却有野心的南巫变得兴旺起来，甚至可以灭了大周。所以大周会改姓，所以南巫自然就不遗余力的要找到这位圣女。姜四重生而来，他的脖梗之后恰巧有圣女的图腾，所以其身份也就引起了于妻的怀疑。至此两个人有了交集。于妻并不是本名，其原名唤作玉锦，是大周皇室的第七子。因为出生时正值南巫兴兵，加上钦天监认为其不祥，所以被放置军中。看似这多余的第七子于妻却自强不息，不仅样貌出众，且文武双全，更聪慧机敏，德行兼备。他在这一世依旧倾慕姜四，加之其七皇子的身份，所以那句关于圣女出的真正乃是姜四是圣女，其出现与于妻结合，七皇子继承大统。大周改姓是不再由嚣张跋扈的长公主掌政为非作歹，南巫与大周重新建立合作盟约，不再兴刀兵，所以南巫与大周通商往来也渐渐变得富裕兴旺。姜四重生归来，是因为于妻前世以南巫古树为代价，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他的重生。当真相浮出水面，姜四才明白自己能够有机会改变前世悲惨命运，全是因为于妻对他深沉的爱。这一世的于妻虽然失去了前世记忆，但前世对姜氏的情感仍在。他看到姜四落水，毫不犹豫地将他救起。然而姜四刚醒来时，还沉浸在前世的记忆中。他看到于妻，便想起了前世他射向自己胸口的那一箭，一时之间无法接受眼前的情况，便情不自禁地给了于妻一巴掌。好在于妻身边的龙蛋及时向姜四解释了于妻救他的经过，姜四这才意识到自己回到了10年前。前世的姜四因目睹未婚夫季重义与小三巧娘私会，上前质问，却被季重义故意推入河中。正是这次意外，让于妻有机会救他。当姜四理清思绪后，即便他曾与于妻有过深厚的感情，但他并不想再与前世那个差点杀死他的于妻相认。他向于妻道谢后，急忙赶回家中。此时他的父亲和哥哥都还活着，他决心不再让他们陷入前世的危机。然而姜家的萧氏二婶却希望他淹死，并且正在为他布置灵堂。姜四自出生起就失去了母亲，前世莫少受萧氏的折磨。这一世，当他再次听到萧氏的贬低，看到萧氏对他父亲和哥哥的不尊重时，他毫不犹豫地当众给了萧氏一耳光，并警告他离自己远一点，否则他必会让萧氏付出代价。随后姜四急忙赶往河边，寻找正在捞他的父亲和哥哥。这一世，他决心不再让哥哥淹死，也不再让父亲被人陷害，而这一切的根源都源于他与季重义的婚事。于是他立刻利用季重义与别的女子有染的事实，要求季家退婚。但萧氏为了贪图季家送来的丰厚聘礼，姜二爷为了攀上季家安国公府的高枝，坚决不同意退婚。萧氏还偷偷藏起了聘礼，并告诉姜四聘礼已经全部用于家用，试图阻止他去季家退婚。姜四只好设法查到聘礼的下落，命人将聘礼全部送回季家。然而季家不仅没有退婚，反而又将聘礼送了回来，姜四只能另寻他法。与此同时，于妻为了查清姜四背后南巫印记的来历，主动在教场上出手，救下了姜四的哥哥姜战。重生之后的姜四根本没有去过南巫，为何他的脖子后面会有南巫圣女的图腾？姜四为何会成为南巫圣女？前世落魄，结缘南巫。前世的姜四命运坎坷，他一心想摆脱伯府困境，即便知晓未婚夫季重义心有所属，仍执意嫁入安国公府，却因此陷入悲惨境地。姜四嫁给安国公世子之后，过得并不幸福，婆母嫌弃她穿得太过寡淡，留不住丈夫的心。她精心打扮之后，
又被婆母骂狐媚货色。其实无论姜氏怎么做，安国公夫人都不会满意。上一世的姜氏很会隐忍，他谨小慎微地活着，但噩耗还是一个个袭来。此后父兄接连遭人陷害，兄长姜湛溺水而死，父亲被斩首示众，一夜之间家破人亡。走投无路的姜氏逃离安国公府，流落到南屋。在南屋，命运出现了转折。姜氏因与逝去的圣女阿桑容貌惊人相似，被南屋人留下，假装圣女阿桑。对于南屋人而言，圣女是精神领袖，姜氏的出现让南屋人在心理上有了新的依靠。南屋人也想利用姜氏大周人的身份谋取利益。就这样，姜氏开始了在南屋的生活。2. 重生归来，圣女印记。姜氏能够重生，源于前世爱人玉锦以南屋古树为代价，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他的重生。重生后的姜氏回到了15岁，他发现自己身上有南屋圣女的印记，这一印记成为他开局便被天选的关键。姜氏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成为南屋圣女，便去天香阁找了前世的师姐柳烟。柳烟说，圣女不仅具有图腾，还能未卜先知，而重生的姜氏确实知道未来会发生的事情，也算是具有预知能力了。从剧情设定来看，这一细节是剧版在小说基础上的重要改动，赋予了姜氏新的身份和使命。姜氏薄厚的圣女图腾不仅是他前世经历的见证，也让他在这一世拥有了特殊的能力，如控骨和敏锐的嗅觉。这些能力在他后续的人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3. 南巫圣女，使命不凡。南巫族人认为，圣女是连接人类与神灵之间的桥梁，拥有特殊神圣力量和崇高地位，能够与神灵进行沟通和交流，是精神领袖般的存在。姜氏成为南巫圣女后，她的一举一动都对南巫产生了影响。前世的姜氏虽成为南巫圣女，但依旧未能摆脱命运的捉弄，最终命丧黄泉。而重生后的她承载着前世的智慧和经验，加之神秘的圣女身份，使她在面对各种困境时更加果敢。她决心不再让家人遭受伤害，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和智慧，在权谋和悬疑的漩涡中努力保护家人，改变命运。4. 结局圆满，终得幸福。在后续剧情中，姜氏与少年将军玉锦再度相遇，二人虽各怀心事，却依旧陷入纠缠。他们联手改变了哥哥姜湛落水而亡，姐姐姜伊自缢的命运，也改写了父亲被长公主嫁祸斩首的结局。面对皇室的重重危机，玉锦和姜氏携手并肩，共同对抗。原来前世让姜氏家破人亡的长公主，在这一世依旧对姜家虎视眈眈，而大周的皇太后竟是南巫奸细，妄图让大周朝堂内部动荡，以便南巫有机可乘。姜氏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圣女身份，与玉锦一起化解了危机，惩罚了幕后黑手长公主和傀儡太后。最终圣上传位于玉锦，姜氏成为皇后，两人在这一世收获了圆满结局。兜兜转转，玉锦用心头血换回了姜氏的一世重生，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，两人携手迎来了幸福的生活。这时候姜氏才知道自己成为南巫圣女的真相，原来她不仅要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也要改变大周和南巫的命运。